好的，大家好，我是杨老師。現在我們正在進行 HSK 4級考前輔導課程，幫助大家複習和準備 HSK 4級考試，從而在考試中獲得更好的成績。那現在呢，我們在進行的是聽力部分。那現在我們要學習的是聽力的第3部分。我們說聽力的第3部分呢，一共是10個題，然後你可以听到1個短文，然後2個問題。那前邊呢，我們已經給大家介紹過了這個在聽力考試裡邊常常會出現的問題是什麼？那常常會問什麼樣的問題，然後怎麼去回答？那現在呢，我們要給大家介紹一下，在 HSK 4級考試的聽力第3部分，短文常常有4種。那我們現在呢，每一種都要給大家介紹一下。那第一種呢是觀點態度，也就是說，你將會聽到一段短文，那這段短文告訴你的是一個 point of view， 是一個觀點，或者是一個態度，是一個 attitude。那麼他會稍微的去介紹一下自己的這個觀點可能會有一個 example， 可能會有一個例子。那我們現在呢，一起來看一下這樣的題目我們要怎麼去做。首先我們来看題目36到37题是要听一段對話。那我們來看36A 是感動， B 是愛情， C 是受不了孤單， D 是2個人很合適那37是不要害羞， B 是不要解釋， C 是減少誤會， D 是相互支持信任。那麼我們看了36和37的選項，也就是 A、B、C、D 以後，我們大概呢是可以猜出來，這個應該是關於一個觀點。那在聽短文的時候，我們常常會聽到一個人在說關於一件事情，他的看法是什麼，他的觀點是什麼。好的，那麼我們也可以看到第37題我們上次呢已經介紹過了。第37題我們看 A、B、C、D 以後，我們大概呢可以猜出來這個應該是關於問什麼呢？問對这段話主要說什麼，或者說怎麼才能什麼什麼這樣的問題。那麼我們要注意聽的是第1句或者是最後一句。那常常第1句或者最後一句會告訴我們這個第37題的答案是什麼。好，那36的話，感動、愛情、受不了孤單，2個人很合適。那麼這個就不太容易猜出來問題是什麼，所以呢，我們只能在聽的過程中認真的去聽，而且認真的去記住它因為我們還不知道問題是什麼，所以記住一些 detail， 記住一些細節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們看了36和37的 A、B、C、D 以後，我們大概知道了這個短文可能是什麼。那我們在聽的時候就要注意去聽我們想要的那個信息。好，現在呢，大家一起來聽一下。第36到37題是根據下面一段話。提到結婚，人們會很自然地想起愛情。愛情確實是結婚的重要原因，但僅有愛情是不夠的，2個人還應該互相支持，互相信任，只有這樣才能很好地生活在一起。36，結婚的重要原因是什麼？37，
两个人怎樣才能很好的一起生活？好的，那麼同學們在聽完了錄音以後，有沒有選擇出來答案呢？那這個題目其實比較簡單，因為答案已經告訴你了，有直接的答案啊，句子是差不多一樣的，所以呢，這個在選擇的時候對大家來說比較容易。那我們來一起看一下答案。答案是第36個是 B， 愛情，因為我們聽到了愛情確實是結婚的重要原因。那37題呢，我們要選擇 D， 因為他說呢，兩個人還應該互相支持互相信任。那麼互相支持信任這個也是有答案的，我們可以聽到的。那我們直接選擇我們聽到的內容就可以了。那現在呢，我們要來看一下我們剛才聽到的這個短文。他說呢，提到結婚，人們會很自然地想起愛情，愛情確實是結婚的重要原因。那這個是 point of view 的第一個，愛情確實是結婚的重要原因。但僅有愛情是不夠的，兩個人還應該互相支持，互相信任，只有這樣才能很好的生活在一起。那麼在這個短文裡邊，我們聽到了兩個觀點。第一個觀點是愛情是結婚的重要原因，第二個是如果你想兩個人想很好的生活在一起，還應該互相支持，互相信任。那這個就是這個短文的兩個觀點。那問題就是這兩個觀點。所以呢，大家呢在聽的時候，如果你知道這個是一個關於一個觀點的短文，那麼你就應該重點去聽這個短文它的看法，它的觀點是什麼。那這一種呢是兩個觀點，正好是兩個問題。當然了，有的時候呢還有是一個觀點，那麼他會問一個 detail 題一個細節題，然後再問一個 topic 題，再問一個這段話主要說什麼，怎樣才能什麼什麼那麼這兩種題目都可能會出現。那我們來注意一下，在這個短文裡面，我們看到了很多紅色的詞。那這些詞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們在聽力的時候呢要注意的。只要你聽到了這個詞，那很有可能這個句子就是特別重要的，是我們要找的答案。比如說，我們看到了確實，確實呢是 indeed， 表示同意就是別的人都這樣說，或者有一個人這樣說，那我說對呀，是這樣的，那我就說確實是這樣的所以確實的意思，它 emphasize it's right 它強調這個是對的，那麼它的這個句子一定是特別重要的。好，那麼我們再來看，這裡有一個但是，有一個但。那如果你聽到了類似於然而或者是但是，或者是不過，或者是可是，如果有這樣的詞，那麼它的後邊往往是特別重要的內容。這個不只是在做聽力練習的時候，在閱讀的部分也是一樣的。因為可能很多學生呢沒有很多時間他讀得比較慢，那他可能有的部分就不能夠認真的去讀。但是如果你看到了然而、但是、而且這樣的句、這樣的詞，它的後邊一定非常重要。那這樣的部分一定要非常認真的去讀，因為它是最重要的內容。好，那我們還看到了僅有什麼什麼是不夠的，還應該怎麼怎麼樣。那這個還應該怎麼怎麼樣一定是特別重要的內容，它一定是這個短文的 point of view 它的觀點。那像這樣的這個內容大家是需要特別注意的。而且你有沒有發現這個句子
這2個句子，這3個句子還可以成為閱读的第1個部分的排序題第2個部分排序題。那閱讀的第2個部分是 A、B、C 3個句子，那3個句子你要按照順序去排列它那麼比如說你看到了一個確實是怎麼樣，但是僅有什麼什麼是不夠的，還應該怎麼樣，那這個就是一個非常好的 A、B、C 排序的題那像這樣的詞，大家一定要認真的去學習，它們是什麼意思，應該要怎麼去使用。我們在這裡呢，給大家有一些詞，大家需要去注意的。當然了，在閱讀的第2個部分，我們還會給大家介紹非常多的這樣的詞。那到時候呢，大家可以去認真的學習一下。我們現在先看一下简单的。第一個是然而，是 but， 是但是的意思。還有就是另外 in addition， 那它常常我們要怎麼做，另外我們還要，那這個還要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其實 in fact 這個也是 emphasize， 下邊我要說非常重要的內容了。那所以我们的 conclusion， 我们的結論，我們的觀點是什麼呢？它在所以的後邊會告訴你，只要就那麼它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包括只有什麼什麼才怎麼樣，這都是 condition 的句子。那麼它會告訴你我們必須要這樣做，或者說我們應該要這樣做，它會用只要就或者只有才的句子來告訴你。比如說他說呢，減肥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但是只要你堅持，你就能成功。那麼他會告訴你，減肥最重要的是什麼呢？是堅持。所以在只要的後邊會給你答案。好，那我們再來看，不管怎麼都，無論怎麼都 ，no matter no matter how，no matter when，no matter where。那這樣的句子也是，它是一個 emphasize 的句子，所以呢，它一般來說，這個句子會告訴你這個短文想說的內容。好，那還有就是認為，在我看來等等，那我的看法是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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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什麼一定是最重要的。還有就是總的來說in overall 就是 in one word 什麼什麼什麼。那它的後邊也是一般來說會告訴你 point of view 告訴你觀點是什麼。那麼觀點和態度的題一定有一個題問你這個觀點是什麼，所以呢，在做聽力的時候一定要注意一下。那你看到了這樣的 A、B、C、D， 你就應該知道這個是短文的題目這個是觀點的題目。那麼你在聽的時候就要注意這些詞彙。那注意如果有這個詞彙的話，那這個詞彙的後邊常常就是我們要找的答案。好的，那這是我們的第一個題目觀點。那然後呢，我們現在呢再來看一個觀點的題目。那這裡我們也看到了40到41題2個題目。我們現在呢還是按照我們的方法，第一要先做什麼呢？第一，我們要先讀 A、B、C、D， 先讀4個選項。那在讀選項的時候呢，我們要先猜一下這個可能是關於什麼的。好，我們現在先看40題。A 是很懶， B 是很浪費， C 是會打扮， D 是生活得很舒服。那麼我們在看 A、B、C、D 的時候呢不太容易猜出來這個是什麼樣的內容，但是有可能是一個說一個人怎麼樣，或者是有可能說這個情況會怎麼樣等等都有可能。那我們來看41。 A 要有理想， B 不要驕傲， C 要懂得感謝， D 要學會怎樣花錢。那麼我們看了41 A、B、C、D 以後，我們就可以看出來這
這個應該是有一個 point of view， 應該是有一个观点。那他会介绍一下我们应该要做什么，我们为什么应该要做什么，或者是我们应该怎么做啊？他会告诉你这个他的想法是什么。那麼我們在看了這個40和41以後呢，我們大概能夠知道 OK 好，這一個是關於這是一個觀點，那麼我們重要的要去聽它的觀點是什麼。所以現在呢，我們一起來聽一下，大家來看一下。第40到41題是根據下面一段話。每個人都需要學習怎麼花錢，收入再多，亂花錢也會成為月光族。會花錢的人，即使收入不多，也能讓自己生活得舒服，甚至還能剩下不少錢。一定要根據實際收入情況來做計劃，使每一分錢都花在該花的地方上。40，書畫人認為會花錢的人怎麼樣？41，這段話主要談什麼？好，那我們聽到了第一個題目是一個 detail， 是一個細節題，它問的是它裡邊給你的一個 detail。那麼第二個題目當然就是這段話主要談什麼，它問的是一個 topic。那我們大家應該還記得，我們在第一句就已經聽到了這個問題的答案，對嗎？所以我們這個問題不太難，因為我們都可以聽到差不多一樣的句子。我們現在呢來看一下答案是什麼。40，答案是 D， 可以生活得很舒服。41，那答案也是 D， 要學會怎樣花錢。我們說過，在第一句我們已經聽到了，每個人都需要學習怎麼花錢，這個就是我們的 point of view。那一般來說，中國人在寫一篇文章的時候，如果他想告訴大家他的觀點是什麼，他常常會在第一句就說出來，或者是他在第一句說出來以後，然後說為什麼呀，或者怎麼做，最後也會再告訴你一遍。或者是第一句雖然沒有，但是他在最後一句會告訴你。所以呢，我們說像41這樣的題目，你聽答案的時候要重點去聽第一句和最後一句。還有就是呢，要注意的是，它可能會在這個短文裡面說很多次這個詞。那麼如果是你聽到了很多次這個詞，你也要注意，這個就是我們的 topic， 我們的這段話主要說什麼。好。那然後呢，我們來看一下，這裡邊有收入再多，亂花錢也會成為月光族。會花錢的人，即使收入不多，也能讓自己生活得很舒服，甚至還能剩下不少錢。一定要根據實際收入情況來做計劃，使每一分錢都花在該花的地方上。好的，那麼其實因為我們的 A、B、C、D 裡邊呢 ，A、B、C 我們都完全沒有聽到。那麼其實在聽到問題以前，你已經可以選擇 D 了，因為我們沒有聽到別的詞，沒有聽到別的句子是跟 A、B、C 是一樣的。而且41也是一樣的，我們沒有聽到別的 A、B、C 都沒有聽到，那就選擇 D。那其實這樣的問題是比較簡單的，因為你即使不聽 question， 不聽問題，你其實在聽短文的時候已經可以選擇了，因為它的句子差不多一樣，而且呢 A、B、C 別的選項呢都沒有聽到，那麼只能選擇你聽到的內容。但是有時候呢，短文題有點難，你可能很難就是像這樣能夠直接聽到答案，或者是你會發現
前邊的前面的選項都不對，都沒有聽到，那這樣的情況是比較少的。所以呢，大家也要注意問題是什麼，有什麼樣的問題，那這個也是大家需要去注意的。好，這個是我們的觀點和態度。那除了觀點和態度以外，在我們聽短文的時候，還有可能會聽到一個故事，一個 story， 一個很小很小的故事。那麼在這個故事裡邊呢，我們大家需要去注意的是，第一是誰？故事裡邊一定有一個人，這個人是誰？那他在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做了什麼事情？為什麼要這樣做？然後結果怎麼樣？那麼這個是我們在聽故事的時候呢，需要特別去注意的一件事情啊。在漢語裡邊，如果中國人要去寫一個故事，那麼我們說呢，有6件事情你一定要寫清楚。那第一是誰，第二是什麼時間，第三是什麼地方，第四是他做了什麼，然後第5是為什麼做，還有結果是什麼，還有就是經過是什麼，這個過程。那麼在這個中國人寫故事的時候呢，他會給你這些內容。那麼在聽力練習裡邊，聽力的考試裡邊，當然他問的也是這樣的內容。那麼我們需要注意的是，誰做了，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做了什麼，為什麼這麼做，最後結果怎麼樣，那這個都是我們要重點去聽的。所以我們先來看一看40和41。A 是游泳， B 是騎馬， C 是表演， D 是畫畫。41，A 是比賽很亂， B 是大家都很笨， C 是大家都很胖， D 是他沒有得第1名。那麼看到了40和41的選項之後，我們可以猜一下這個關於什麼。第一，首先它一定是一個故事，是一個 story， 因為這裡有做什麼，還有大家怎麼樣。那第二，我們看到了 A 是比賽很亂， D 是他沒得第1名，那很有可能這個是關於一個比賽。那是什麼樣的比賽呢？是游泳、騎馬、表演還是畫畫呢？所以我們要去認真的去聽一下了。那麼我們在看40和41的 A、B、C、D 的時候，已經大概猜到了這個短文的內容可能是什麼，所以我們在听的時候一定可以找到我們需要的信息。好，我們現在呢來聽一下這個短文。第40到41題是根據下面一段話。他是一位著名的演员。有一次，一個地方舉行一個比賽，看誰表演得更像他。參加的人有30-40個，他自己也報名參加了，但沒有告訴任何人。結果他得的竟是第3名。他覺得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一個笑話。40，他參加的是什麼比賽？41，他為什麼覺得很好笑？好，那麼大家有沒有發現我們猜的是對的？那這是一個比賽，那麼比賽呢是什麼比賽呢？我們可以聽到一個詞叫做表演表演的看誰表演的更像他。那麼第41什麼讓他覺得很好笑很有意思呢？那這個答案不是非常直接，但是我們也差不多听到了。那如果大家能夠聽明白這個短文的意思的話，是我們來看一下首先呢，他是一個演员，他非常有名。那有一個比賽，這個比賽是看誰表演得更像他就是大家要去模仿他。
表演他的樣子。那麼他也參加了比賽，但是他竟是第3名啊，他是第3名。那麼一個人表演他自己，竟然得了第3名，這個是最有意思的事情。所以呢，答案是 D， 他沒得第1名，因為他得了第3名。好，那關於比賽很亂，大家很笨，大家很胖，我們完完全全沒有聽到這樣的內容，所以呢，一定不是 A、B、C。那我們聽到了他第3名，所以他沒得第1名是對的。好，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就是一個故事。首先他是誰？他是一個演員。那有一次，這個是一個時間，然後在一個地方有一個比賽啊，這是什麼事情？然後呢，他做什麼了呢？他參加了這個比賽，然後結果是什麼呢？結果他是第3名，所以他覺得非常好笑。那麼這個就是我們在聽一個故事的時候呢，會聽到的重要的信息。那麼問題常常是問誰、什麼時候、在哪兒、做什麼、為什麼、結果怎麼樣？那很有可能是這樣的。當然了，有的時候這個故事還會告訴我們一個道理啊，一個 reason。那麼在大家告訴我們這個道理的時候，可能會這個故事主要想告訴我們什麼？那會有這樣的一些內容。比如說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樣的一個故事。一個孩子呢，他放羊，他有很多羊在山上，羊在山上吃草。這個孩子覺得非常無聊，所以呢，他就对下面的人喊：狼來啦，狼來啦， The wolf come 啊 The wolf come。 那在山下面工作的大人們，他們聽到了这个句子，这个话以後呢，他們馬上跑上來，然後呢，他們就說：狼在哪兒？小孩子說：沒有狼，我開玩笑的，我騙你們的。然後大人就下山了。這個小孩子覺得非常有意思，他又說了一遍，然後大人又上來了，那還是沒有狼，然後大人有點生氣，他們就下去了。那第3次，這個孩子又說：狼來了，狼來了。但是山下面的大人，他們覺得啊，這個孩子是在開玩笑，不是真的。但是這次呢，狼真的來了，所以羊都被吃掉了。那麼這個故事大家可以聽到是誰啊？可能沒有什麼時候哈，在什麼地方，然後他做了什麼，他為什麼這麼做，結果怎麼樣？那同時這個故事可以告訴我們一個道理啊，什麼道理呢？就是如果你每次說的都不是真的，那時間長了以後就沒有人相信你了。所以呢，最好不要騙別人。那麼這個就是這個故事告訴我們的道理。所以如果我們看到了這個2個問題裡邊有這樣的非常 detail， 有他呀，他做什麼呀這樣的內容，那麼常常這個會是一個故事。那在聽這個故事的時候，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啊。那麼你要注意的是誰？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做了什麼，為什麼，還有就是結果怎麼樣。那這樣的內容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好，我們現在來看另外一個故事，這個也是一個故事，因為我們看到呢 ，A 是講笑話， B 是做麵包， C 是教育孩子， D 是表揚弟弟。那麼這裡面有人，還有做什麼，所以它一定是一個故事。37 A 是愛吃糖， B 是很傷心， C 是想吃蛋糕， D 是弄髒了鞋子。所以呢，37一定是關於他怎麼樣，他要做，他現在的情況是怎麼樣的這樣的一個問題。所以呢，我們看了36和37以後，我們知道這是一個故事了。我們現在要注意的是有誰，他們做什麼了。好，大家一起聽一下。
第36到37題是根據下面一段话：一位母親正在教育自己的孩子，母親说：“別養成壞習慣，記住，今天能完成的事情，一定不要留到明天做。”孩子聽了，高興地說：“媽媽，快把剛才沒吃完的蛋糕拿出來，我現在就把它吃光。”36，那位母親正在做什麼？37，關於孩子，下列哪個正確？好的，那麼在聽完了這個故事，聽完了問題以後，我相信大家都可以選擇出答案來。那36我們要選擇 C， 教育孩子，因為我們聽到了一樣的句子。那37呢，我們沒有聽到一樣的句子，但是我們听到了非常重要的詞彙，那就是蛋糕，所以應該要選擇 C 啊，兩個問題都應該選擇 C。所以那在這樣的內容啊，這樣的短文，它就是一個故事，是一個媽媽教育自己的孩子啊，媽媽說怎麼樣，然後所以孩子說怎麼樣。那麼這種故事呢，在短文裡邊，其實有的時候你可以听到，這個是一個幽默的故事，一個 humor 的故事啊，它裡邊有很有意思的內容，就是媽媽的想法是，今天如果你要做作業，如果你要洗衣服，如果你要打掃這樣的工作，今天如果可以做完，不要等到明天。但是孩子他說呢，那吃好吃的東西，喝好喝的飲料，看好看的電視，是不是啊？玩好玩的遊戲，是不是也今天要能做完的話，不要等到明天呢？那這個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好，那我們也可以看到誰呀？母親和孩子做什麼呢？母親教育孩子。那然後結果怎麼樣呢？孩子說，那我今天要把蛋糕吃完。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在聽故事的時候重點要去聽的內容了。好，那我們再來看一看，除了我們剛才介紹的觀點 point of view， 還有我們剛才介紹的故事，那還有一種短文我們需要去注意的，那就是說明或者介紹啊 ，introduction 或者是 explanation 啊，說明或者介紹。那麼有的时候它是向你介紹一個人，比如說在中國有很多有名的人，比如說運動員有姚明啊，有什麼李娜啊等等，或者是有名的明星，比如說 Jackie Chan 啊，成龍，或者是有名的作家，他都要会去介紹一下這個人是什麼樣的人。那也有可能會介紹一個地方啊，比如說他會向你介紹一下雲南的麗江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很漂亮啊，什麼時候可以去呀等等。那或者他有可能會向你介紹一個特別的東西啊，特別的東西，比如說一個手機，或者是說一本書。那還有可能會向你介紹一個知識啊，比如說我們以前呢曾經考過什麼時候應該怎麼刷牙啊，怎麼刷牙的知識也是有的，或者說應該幾點吃飯呀，或者是說睡覺應該幾點睡，應該睡幾個小時呀，那這都是知識。那麼這樣的內容裡邊一般沒有故事，沒有 story， 它只是向你介紹啊，它是什麼樣的，或者我們應該怎麼樣啊。那麼這個我們要注意一下。那在聽到說明或者介紹這樣的短文的時候，第一，當然我們要去先看 A B C D， 那還有就是我們要注意第一句，
那第一句它常常会告訴你这個短文要介紹什麼啊，介紹什麼。那麼然後我們要注意它的特點，特點就是它不一樣的地方啊。比如說，如果是一個人，你要去注意他很高嗎？他是做什麼的呀？他做的怎麼樣啊？那如果是一個地方，你要注意這個地方漂亮不漂亮？什麼時候最漂亮？那如果是一個特別的東西，這個東西可以做什麼？它的 function， 它的功能是什麼？那如果是一個知識，你要注意裡邊有很多的細節，比如說關於睡覺，你要去聽啊，是應該幾點睡覺呢？那應該要睡幾個小時呢？是大部分人還是所有人呢？那這樣的信息你一定要注意去聽，因為問題很有可能就是這樣的方面。好，那現在呢，我們一起來看一下36和37啊。36我們看 A 很瘦， B 個子矮， C 十分驕傲， D 愛好歷史。那這就是一個人呀，他介紹一個人，這個人怎麼樣啊？我們要認真的去聽這個人是怎麼樣的。那37 A 15歲， B 16歲， C 25歲， D 26歲。那麼這問的是這個人的年齡，那我們要注意的是，很有可能有可能第一種就是問他現在多大了，但是這樣的問題比較少。那很有可能在文章裡面，你可能會聽到2個 age， 2個年齡，甚至是3個年齡。比如說，他15歲做什麼，然後16歲做什麼，然後25歲做什麼。那像這樣的時候，你一定要記清楚，他15歲做了什麼，26歲做了什麼，25歲做了什麼，這個一定要記清楚，因為你後邊還要去聽問題是什麼。這個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不要你聽到一個數字馬上去選擇。那也有可能，比如說他15歲做了什麼什麼，2年以後他做了什麼什麼，那你如果聽到15，馬上選擇15，就有可能是錯的。所以呢，在遇到這樣的問題的時候，大家一定要小心一點了。好，那我們猜他在介紹一個人，我們要去注意這個人的一些特點，所以現在我們一起來聽一下。第36到37題是根據下面一段話。鄧亞萍是中國的乒乓球運動員，但是她的身高只有1.55米，很多人認為她並不適合打乒乓球，可是他通過努力改變了人們的這一看法。他15歲成為亞洲第一，16歲獲得世界第一。36，關於鄧亞萍可以知道什麼？37，鄧亞萍什麼時候獲得亞洲第一？好的，那麼大家要注意了第一個問題我們沒有直接聽到答案第二個問題呢，我們聽到了2個數字，你要注意問題是什麼。所以現在呢，我們一起來看一看答案。那你來看一看你做的對不對？我相信大家都能夠做對這個問題。鄧亞萍是中國的乒乓球運動員這是一個運動員，所以你知道鄧亞萍是一個人的名字，但是他的身高只有1.55米，身高只有，那這樣的說法意思是他個子很高還是個子很矮？那他是個子很矮所以這個應該選擇 B。很多人認為他不適合打乒乓球，可是他通過努力改變了人們這一看法。那我們還有得到鄧亞萍的一個特點，就是他非常努力。那然後我們看到了後邊有2個 number， 一個是15歲，一個是16歲。
那15歲是亞洲第一啊 ，Asia。那麼16歲是世界第一 ，the number one of the world。那麼我們聽一下問題是什麼呢？大家還記得嗎？問題是它什麼時候是亞洲第一？所以第37題應該要選擇 A。那麼我相信大家都能夠做對這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可能稍微有一點點難，但是你可以看一看 A 很瘦，你聽到了嗎？沒有。那 C 十分驕傲，你也沒有聽到。D 愛好歷史，完全沒有聽到。所以那他身高只有1.55米，他很努力。那我們只得到了這兩個 information， 所以答案應該是選擇 B 啊，這樣就是大家也能夠選擇出來答案。好的，那這個是我們的說明和介紹。我們現在繼續做一下練習。我們看40和41是兩個題目 ，A 一本書 ，B 一個報道 ，C 一個廣告 ，D 一個電視節目。那麼我們知道，那這個一定是一個介紹，這個一個是 introduction。那它介紹什麼呢？介紹的是書，還是報道，還是廣告，還是電視節目？我們就要去認真的去聽。那一般來說在哪兒呢？在第一句，大家要注意听了，注意听一下了。那41 A 是 art 藝術 ，B 是生活 ，C 是國際 ，D 是法律。那麼這四個是關於什麼 ？about 什麼？比如說，如果是一本書，這是關於什麼的書？一個廣告是關於什麼的廣告啊？等等。那麼我們現在通過看40和41的 A、B、C、D， 我們已經可以猜出來這個是什麼樣的內容。所以在听的時候，大家注意聽你要的 information 是什麼。好，我們來試一下。第40到41題是根據下面一段話。這個節目我一直在看，它介紹了很多生活中的小知識。包括怎樣選擇牙膏，擦臉應該用什麼毛巾，怎樣遠離皮膚病等等。很多以前我沒有注意到的問題，現在通過它了解了不少。40，說話人在介紹什麼？41，說話人了解了哪方面的知識？好的，那麼這個問題在前邊的幾個句子裡面，我們已經知道了答案，特別是第一個句子，我們已經知道了答案，對嗎？他說這個節目我一直在看，所以這是一個電視節目。那麼他介紹了很多生活中的小知識，所以是生活知識。那麼後邊其實已經可以不要聽了，我們已經得到我們要的答案了，對嗎？當然了，為了保證你的做得對，你還要去聽問題，所以後邊的內容還是要去認真聽一下的。但是呢，其實前面的兩個句子已經告訴你了答案是什麼了。好，這個是我們的說明和介紹。那在這裡我們還看到了另外的一個說明和介紹。A 是兒童， B 是找工作的， C 是想看表演的， D 是游戲愛好者。那麼它這個是可能就是一個東西是給誰看的，或者是給誰用的。那麼45 A 很安全， B 速度慢， C 訪問量過億， D 招聘消息最多。那麼這個感覺是一個網站的感覺，一個 website， 因為有速度，有訪問量，有招聘消息，我覺得可能是一個網站。所以呢，我們一起來聽一下，看一看它介紹的到底是什麼。
那這個東西的特點是什麼？我們一起來看一下。第44到45題是根據下面一段話：找工作的人一定要到這個網站看一看，這裡提供的工作機會是最多的，每天都有很多公司在上面發招聘消息。最重要的是，這個網站能根據你的條件和要求，找出適合你的工作，供你選擇，讓你更快地找到自己滿意的工作。44，這個網站對哪種人幫助最大？45，關於這個網站可以知道什麼？好的，那麼聽到短文的時候，大家有沒有覺得啊，和我猜的是一樣的？而且在听到前2個句子的時候，我們已經聽到了我們要的答案。我們一起來看一下。第一個，他問的是這是一個什麼網站？這是一個找工作的人一定要到這個網站看一看，找工作的人。好，那這裡提供的工作機會是最多的，工作機會多，意思是招聘消息最多。那麼前邊的2個句子已經給了我們答案了。好，那後面我們再去聽一聽，然後我們聽一聽問題啊，跟我想的一樣，好，選擇出来就可以了。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那這樣的文章啊，这樣的介紹的文章，一般來說呢，第一句先告訴你這是什麼，然後在後邊呢會告訴你它的特點是什麼，比如說機會很多，或者是最重要的是它還有一個特點是可以根據你的情況給你找到最適合你的工作，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特點啊，很大的特點。那麼這個就是我們的這個說明和介紹。我們看一看，他介紹了一個網站，他還介紹了一個一個節目，那還介紹了一個人啊，所以這個都是介紹的一些內容。好，那這樣的時候，我們一定要注意聽第一句，還有就是聽它的特點是什麼。好，那然後最後我們再來介紹一下，在我們聽短文的時候，除了可以聽到一個觀點，一個 point of view， 一個故事，還有就是一個 introduction， 一個介紹，那還有可能是你會聽到一個人在說話。那這個人在說什麼呢？他可能是在說一個 notice， 一個通知，也可能是一個 speech， 一個演講啊，或者是可能是一個老闆對大家說什麼，也可能是一個 staff 對同事們說什麼。那還有可能是一個 broadcast， 比如說你可以聽到的是火車站或者是飛機場的廣播，可能是你可以听到的東西。那像這樣的內容，你要注意的是，第一是誰在說話，那第二是他想讓聽的人做什麼，他想讓聽的人知道什麼，那可能有的時候是為什麼。比如說你可能會聽到的是一個飛機的廣播，比如說各位乘客你們好啊，乘坐 C1033 航班的乘客請注意，由於天氣原因，我們的航班暫時不能起飛，將推遲到下午2點，請大家理解。那這樣的內容你可以聽到誰在說話呢？飛機場的人在說話。那他想讓聽的人做什麼？他想告訴你飛機要推遲了，飛機要晚點了。那麼為什麼呢？因為天氣不好。那像這樣的一個人在說話的情況，你要注意的就是
是誰？他要說的是什麼？為什麼要說這樣的話？那還有就是他的態度是怎麼樣的？因為有的時候是有態度的啊。比如我們來聽一下啊，這個具體的。首先我们来看44和45，我們一定要先看 A、B、C、D。A 個子高 ，B 是博士 ，C 專業是新聞 ，D 想成為警察。那45，A 借書 ，B 整理盤子 ，C 參加面試 ，D 參觀訪問。那麼在看到44的時候，我們知道呢，這個是問這個人怎麼樣。那45呢，他是在說這個人在做什麼，所以我們覺得他有可能是一個故事，也有可能是一個人在說話，或者也有可能這是一個介紹，他介紹一個人。那我們現在來聽一下。第44到45題是根據下面一段話。首先，記者是我最喜歡的職業，我從小就想當一名記者。其次，我大學和研究生學的都是新聞專業，符合招聘的要求。第三，我有豐富的工作經驗，而且做事細心，比較有責任心。因此，我覺得我完全有能力做好這份工作，希望可以給我一個機會，謝謝。44，關於說話人，下列哪個正確？45，說話人最可能在做什麼？好的，那麼聽完了短文和問題以後，你能不能給出答案呢？那第44我們可以直接聽到答案，對嗎？因為我們聽到了我都是新聞專業。好，那然後45呢，他說這個人可能在做什麼呢？他說的是我怎麼樣。那我們聽了他說符合招聘的要求，給我一個機會，我可以做好這份工作。那我們可以通過這些句子可以猜出來他是在參加面試。好，那麼這兩個問題你都做對了嗎？那在這裡呢，我要提醒大家，有的同學可能會選擇 B 是博士，因為他聽到了研究生啊。因為可能你在學習的時候學過，研究生呢，它是博士和碩士。但是呢，我要告訴大家要注意的是什麼？他說的是我大學和研究生學的都是新聞專業。那在漢語裡邊呢，如果中國人說我是研究生，常常他的意思是碩士啊，是 master。那麼如果一個人是博士的話，他是一個 doctor， 他一定不會說我是研究生，他一定會說我是博士，或者我是博士研究生。那如果研究生一個詞自己出現的時候，它意思常常是 master 而不是 doctor。好，這一點大家要注意一下。好的，那麼大家也要去想一想，那麼像符合招聘的要求，我是可以做這份工作啊，我給我一個機會，那這個一定是在參加面試啊，沒有別的可能。像這樣的知識，大家也應該要知道。好，那我們繼續來看一下，有一個人在說話，他在說什麼呢？ A 是讓人更成熟， B 是讓皮膚濕潤， C 是讓空氣濕潤， D 是讓人很涼快。43 A 是免費試用， B 是買一送一， C 是半價出售， D 是9折出售。那麼看完了42和43的 A、B、C、D 以後，老師猜
一定是有一個人在介紹一個產品，一個 product。那麼這個 product 有什麼樣的 function 呢？這個產品它現在有什麼樣的活動呢？有什麼樣的優惠呢？這個是我們要認真去聽的內容了。大家一起來聽一聽，是不是和我猜的一樣呢？第42到43題是根據下面一段話：進入冬季，氣候乾燥，怎樣才能保護皮膚，讓別人看不出自己的年齡？我們的水之印象可以讓您的皮膚在乾燥的冬季喝飽水。我們現在正舉辦免費試用活動，很多人用過之後都說效果非常好。您還在等什麼？42，水之印象有什麼作用？43，他们正在舉辦什麼活動？好的，那麼我們先來看比較簡單的43。你已經聽到了完全一樣的句子，所以你可以直接選擇出答案來。43應該要選 A。那可能42有一點點難，但是呢，大家如果有一點點知識常識的話，應該沒有問題，因為我們聽到了冬天比較乾燥，我們要保護皮膚，皮膚要喝飽水。那有可能有很多同學說，老師，這個皮膚喝飽水對我來說非常難，我聽的時候沒有聽清楚。但是你可以想一想，他說的是冬天很乾燥，我們要保護皮膚，那你看哪裡，對吧？只有這個是讓皮膚濕潤，因為要保護皮膚，對嗎？好，那免費試用活動這個是我們的43，所以答案我們已經聽出來了，已經找到了。好，這個是一個人在說話。那麼這個我們也可以發現，我們猜的都是對的，就是一個人在介紹他的產品，向大家介紹他的產品和他的活動。那它的功能，它的作用就是讓皮膚濕潤。好，那現在我們再來看一個人在說話。我們來看44 A 壓力不大， B 已按時完成， C 質量有問題， D 完成速度太慢。那這個一定是關於這個工作做得怎麼樣了。45 A 接受道歉， B 感謝同事， C 解釋原因， D 接受任務。那麼這個很有可能是說他們在做什麼。我們現在來聽一下這個工作做得怎麼樣了，他們在做什麼呢？第44到45題是根據下面一段話：我們的任務已經按計劃全部完成了。這一段時間，儘管工作壓力很大，中間也遇到了許多困難，但是因為有大家的支持，我們能夠快速、積極地找到問題的原因，及時地解決問題，保質保量地完成任務。非常感謝大家對我的支持。44，關於這個任務，下列哪個正確？45，說話人正在做什麼？好，那麼我們都聽到了，對嗎？我們都可以選擇出答案，對嗎？因為我們都聽到了差不多一樣的詞。那首先，
這個任務、這個工作我們已經按時完成了。那第二，他最後說了一句：感謝大家對我的支持。那麼這個非常感謝大家，那這應該是在感謝同事。所以其實大家有沒有發現，如果前邊我們能夠選擇出來，後邊是很自然的。因為如果質量有問題，你很有可能需要道歉，或者是需要解釋原因。如果完成速度太慢，那你肯定也要道歉或者是解釋原因。如果壓力不大，那很有可能就要接受任務。那如果已經按时完成，那必須是感謝同事。如果按时完成了，没有道歉，没有解釋，也沒有接受新的任務這個說法。所以其實44對45是有幫助的。那麼大家如果做對了44題，45題其實也並不是特別難。那這個應該是一個經理，一個 manager 跟所有的職員一起說，他們有一個 program， 有一個項目，然後經理說謝謝你們的努力，我們的項目已經做完了啊。那這個是一個人在說話的情況。好，那到現在呢，我們已經給大家介紹了，在你聽短文的時候，有可能會聽到4種短文。一種短文是一個人在說話，你要注意是誰在說什麼，他想讓聽的人幹什麼，為什麼要這樣，然後他的態度是怎麼樣的。那還有一種情況是介紹和說明，是 introduce 一個人或者是一個東西，或者是一本書或者是一個節目等等。那麼你要注意的是他在介紹什麼。那第二是他介紹的這個東西有什麼特點，這個是你要注意的。那我們剛才還說了，你也會聽到故事。那故事的話是誰在哪兒做什麼。那我們當然也會聽到一種觀點，就是 point of view， 你一定要去聽他的觀點是什麼。還有就是一些 detail一些對觀點的 proof， 它的 detail。那大家都知道了嗎？好，那這4種不同的短文在考試的時候都會有，所以大家如果了解這4種短文它的特點，那麼你在做聽力練習的時候，你看了 A、B、C、D， 你猜出來它可能會是什麼樣的短文，你就會知道你應該重點去听什麼。那這個情況下，你就很有可能是很快就可以做對了。好，這個是我們的聽力第3部分。那關於聽力第3部分，我們已經給大家做了非常多的介紹，還有方法的這個介紹，還有我們也做了一些練習。那麼最後呢，我們先休息一下，然後我會跟大家一起呢做一次練習。那在做練習的時候呢，我們會告訴大家我們的方法是不是真的有用。那大家可以跟老師一起來做這個練習，一起來看一看，那這些方法是不是真的很有用呢？好的，那現在我們要休息一下，然後我們繼續。好的，休息一下吧。